将黄金放到水银里溶解，然后用手挤出多余的水银，就能得到一块半凝固的金泥。别看它其貌不扬，来自战国时期的青铜错金银嵌琉璃乳钉纹方壶就拍出了高达5470万的天价。那么这种祖宗严选但有点费人的传统工艺究竟是什么呢？金银错又称错金银，这项技艺起源于商周时期，至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。其中它的热加工方法平涂法难度极高，没2把刷子的工匠根本做不到。平涂法的核心就是制作金泥，工匠需要先将黄金反复捶打成薄片，然后剪成碎片，放进干锅中与水银混合。天工开物中曾说到，水银能消化金银为泥，似镀物也。这是因为金属汞有将黄金颗粒润湿的特性，所以它在与黄金接触后，能将黄金颗粒聚集在汞中，形成汞齐。在这里，工匠会通过高温加速两者的融合。冷却后的混合物还不能直接使用，为了保证金泥在后续涂画中呈现完美状态，工匠还需要凭借手感通过纱布将多余的水银挤出，剩下的这些闪着银色光泽的就是金泥了。正是因为水银吞金的特性，所以在没有专业的淘金设备时，淘金客只用一个盆和水银就能开采出黄金。这种方法就是混汞法。将液态的水银与含有黄金微粒的泥水混合，然后不断的搅拌，让金属汞来分离淘金盆里的淤泥和黄金微粒，然后就能得到一团水银和黄金的混合物。这时人们会用纱布挤出多余的水银，然后用简易的熔炉加热，将高毒性汞蒸汽蒸发掉，就能得到诱人的黄金了。而金银错的最后一道工序也与淘金客的手法相似，工匠会在金泥中放入可以让其吸附在铜器上的秘制药水，然后用工具将其涂抹在铜器表面上，再给涂抹过的地方加热。随着温度的不断提升，金泥中的水银不断气化蒸发，留下来的就是吸附在铜器表面的黄金纹饰了。其实关于金银错工艺，有个词语错彩镂金，可以形象地将其表示出来。其中错彩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金银错的平涂法，而镂金可以看作金银错的镶嵌法。顾名思义，就是在金属表面嵌入金银丝线或薄片的技术。工匠会根据所需的设计，通过雕刻等方式，在物体表面形成凹槽，接着利用特制的工具将金银丝或薄片嵌入到预先刻好的凹槽中。初步镶嵌好后，工匠会进一步对物体表面进行打磨和抛光。这种技术无需任何粘合剂，就能让金线与凹槽之间严丝合缝。如此精妙绝伦的设计，真让人不由佩服老祖宗的智慧啊！